在昨夜，周冬雨再次登上了热搜，这次是因为在电影热搜路演现场观众的提问，网友一看后直呼真敢说呀。这位观众首先铺垫了一下，说道：“热搜这是电影的主题，所以我想问的问题就是很符合这个电影的名字，可能有点冒昧啊。我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就是我替我朋友问一下，周冬雨老师对于昨天的热搜，你跟刘昊然老师这个是真的吗？”说完后，主持人直接接话道：“好，来我们下一位。”没想到这位观众继续接话道：“好的，很可惜没有回复，但是我已经明白知道大家的意思了。”我的天，这个问题都直接问到了本人的面前了，网友都替周冬雨尴尬，只能说这个粉丝太敢问了，这一问周围人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只能说下一位了。咱就是说这个问题真的是好符合电影热搜啊，网友纷纷评论道：“谁问的？好用，直接贴脸开大，这是真的问啊，当众问真的好用啊，佩服佩服啊，居然真有人敢问，这是贴脸开大吗？好牛好敢，这种真的有人敢问，我只敢口嗨。”也有网友表示，所以呢，到底是不是真的呀？但也有一些网友看到后评论道：“你们真的挺无聊的，电影你是一点没看进去啊！提问电影无关人员，对电影主创显得又不尊重又不礼貌。提问的人好无理啊！对于这种人无需理会。刘昊然好惨，莫名其妙被你们 Q， 放过低调拍戏中的小演员吧。有好好看电影吗？不相信认真看完电影后还能对主创说出这些。确实，因为当时是在路演，不提问关于电影的问题，却提问了关于演员的个人问题，难怪被网友说不礼貌呀。其实观众能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前天有知名狗仔在直播的时候分享了周冬雨和刘昊然两人的恋情细节，说基本上都是周冬雨去刘昊然家里的，直到晚上2、3点司机才把车开走，要不然就是去完餐，刘昊然走回去，然后周冬雨坐车去刘昊然的家里面，第二天再坐车离开的。这也不怪观众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毕竟周冬雨和刘昊然一直被传出有恋情，却没有回应，而且近期还被传出两人的恋爱细节，作为吃瓜人当然都很好奇的，只是不知道周冬雨和刘昊然什么时候能回应关于恋情问题呢？只能说周冬雨这波直接在现场被观众贴脸开大，真的太抓马了。而周冬雨在电影热搜的首映礼上还回应了容貌焦虑的相关问题，她的回答也是让网友小嘲了一波。周冬雨说自己刚出道的时候大家觉得她不行，但现在大家又觉得他们这样的是高级长相，这说明审美是不断进步不断变化，是多元的。此外她还表示，演员这行不需要长得太好看，周冬雨口中所说的审美多元是毋庸置疑的，高低胖瘦各有千秋，可她对高级脸的定义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关于周冬雨称自己的长相是高级长相这一点，网友们似乎不太愿意买账，看热闹不怕事大的吃瓜群众迅速占领了相关视频下了评论区，各种花样百出的吐槽层出不穷。大家一边调侃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一边质问到底是谁说过周冬雨是高级脸，不带一个脏字的让人不舒服。不得不承认，当代网友对人还是有一套的。说实在的，咱也不懂周冬雨怎么忽然就膨胀了。高级长相这几个字一出，别管周冬雨说的是真心话还是俏皮话，都是明显的在存心给自己添堵。但拥有响当当的3金影后头衔，足以说明周冬雨本身就不是靠脸吃饭的那个类型。粉丝话术中的电影脸其实很能诠释周冬雨给人的感觉，美的不惊艳，却极具辨识度与故事感。要知道，周冬雨从出道开始就是饱受争议的，关于颜值和身材这方面，更是从来没有占过什么上风头。在2022年1月，周冬雨在央视朗读者节目接受董卿采访，在谈山楂树之恋。她回忆起当年去南京艺考排队时，遇到了山楂树之恋的副导演，当时并不了解这部电影，以为遇到了骗子，考得也不尽人意，回家的火车上哭了，感觉辜负了家长的期望。周冬雨说，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就不是那种普遍意义上的美女，我长得也比较矮，眼睛比较小，现在大家会说我这是高级脸，但那个时候还没出这个词。众所周知，周冬雨是某女郎出道，当年张艺谋在6000多人里力排众议选中了她出演山楂树之恋的女主角静秋，电影上映就获得 1.6亿元票房，刷新国内文艺片票房纪录。那年周冬雨只有18岁，在现实生活中还没谈过恋爱。
拍人生第一部戏时被吻戏吓哭，当男主角窦骁吻过来时，周冬雨本能的躲闪开，忽然大哭起来。张艺谋没办法，只能将吻戏改成了亲脸颊。而作为谋女郎，有巩俐、章子怡、珠玉在前，单眼皮、瘦身版的周冬雨一度被嘲为最丑的谋女郎，人气和名气将她推到舆论中心。而之后出演电影《宫锁沉香》，女一周冬雨的关注度还没饰演女二的赵丽颖高。和林更新合作《同桌的你》，票房虽破4亿，但他们的绯闻似乎比周冬雨的演技更让人津津乐道。演来演去，周冬雨始终没能摆脱清纯人设。《心花怒放》里挑战小镇杀马特的角色谋求转型，也只收获了一波吐槽。直到2016年，周冬雨和马思纯的《七月与安生》上映，观众才看到了她的突破，二人也获得金马双女主大奖。获奖的周冬雨和马思纯在微博上互相调侃，马思纯发文配照片，神似小黄鸭的周冬雨的凝视成为2017年一个经典梗，周冬雨大方接受了小黄鸭绰号。2019年还公布了个人 IP 的联名系列衍生品。出道13年，周冬雨拍摄了40部电影、7部电视剧。2019年，她凭借和易烊千玺出演的《少年的你》获金鸡奖、百花奖、亚洲电影大奖、金像奖等奖项最佳女主角，顺利完成国内3金大满贯。猫眼数据显示，今年5月2日十时，周冬雨主演电影票房破100亿，成为中国影史首个90后100亿女主演。今年她的新作尤其多，从《长空之王》里的航衣沈天然、长沙夜生活里的分手女孩，到燃冬里随性自在的导游周娜，再到鹦鹉杀里挣脱情网、复仇反杀的周冉。她在不同的角色里体验多种人生的可能性。有人说，电影《燃冬》和《鹦鹉杀》双双扑街，周冬雨又屡次因风格转变深陷整容疑云，年底的翻身仗就靠热搜了。现在每天都在造话题，高级脸就是一个。也有人说，他在电视剧《麻雀魔都风云幕后之王》《千古绝尘》里连续翻车，绝不是电影脸和电视脸有弊就能解释的。不少艺人都影视歌3期。另有人翻出高奢品牌清单，说周冬雨这张东方小脸可是极受顶级品牌偏爱，怎么就不算高级脸呢？但其实就像他自己说的，大家早年间最多的评价大概就是丑人多作怪之类的恶评。可那又怎样呢？周冬雨还是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斩获了最年轻3金影后的荣誉。要论实际，周冬雨可谓是一路遥遥领先后者，再难望其项背。可她偏偏反其道而行，要拿长相说话，这可能就是影后的任性了。有粉丝解释说，周冬雨因为这几句话被嘲很冤枉，因为周冬雨说这些话其实是为了安慰一个有容貌焦虑的女生。翻了好几个视频，关于周冬雨到底是真的觉得自己长相高级，还是为了安慰别人说的暖心话，实在不好分辨。但不难看出，周冬雨确实很满意自己。她不仅接受别人说她丑人多作怪，也接受粉丝夸赞她脸高级。毕竟周冬雨提及高级脸，可不是仅有粉丝所说的安慰别人那一次。说起来，最近几次露面，周冬雨的妆造实在是太成功，几乎所有的营销都围绕着她忽然就变美了。可能周冬雨也是从一片赞扬声中找到了自信吧。但除了脸，她的身材问题也饱受争议，这也让她无缘登上美人榜。在这一届金鸡也同样如此，明明身穿高定礼服，但她的身材却不如人意，撑不起来，以至于引得无数吐槽。为什么感觉她没有其他女明星那么有气质？被嗨脱，到底是谁在喜欢她？再看看她之前在红毯上的妆造，明明走的是性感路线，但她的体型却过于娇小，给人的感觉也很奇怪。这些年来，她也穿过不少雷人礼服，一件红配绿的裙子正是其中之一。这一幕也让无数网友感到纳闷，为什么她明明穿的那么性感，却像极了小孩偷穿妈妈的衣服？同样是穿礼服，再看看刘诗诗的生图，只是往那里一站，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所以有时候真的不能怪观众的审美太苛刻。除了身材上的争议外，当人们看过他之前主演的《千古绝尘》外，也纷纷对其打上了问号。众所周知，该剧是一部仙侠古偶剧，主打的就是靓男美女，以博得观众的眼球。从海报上看，的确挺像回事的，可点进去一看，却引得无数观众直呼上当了。海报上的她是一位冰冷美艳的女子，可到了剧中，她一旦笑起来，眼睛瞬间眯成一条缝，真的很让人感到出戏，连身旁的女配都能压过她一头。如果不是事先知道谁是主角，不然真的会觉得她只是在给其他女演员做陪衬而已。
身为女主角，矮就算了，气场也弱得可怜。与几位男演员站在一起，相信观众都替她感到尴尬。不仅如此，她在剧中的表现也让无数人感到失望，用力过猛，五官乱飞，看得无数观众起鸡皮疙瘩。这也难怪她自我否定。我感觉我根本演不了，我不是那种大眼睛的美人，这种角色不适合我。正因为眼睛小、嘴唇厚，网友们还亲切地称她为小黄鸭。但其实有句名言，多数人都认同：欣赏一个人，始于颜值，敬于才华，久于人品。才31岁的周冬雨，有的是时间和机会打磨演技，真诚做人，走一条星光璀璨的花路。